尼姑的话让叶晨和林婉儿均是一惊，两人怎么也没想到，他们在吴飞燕面前都不曾暴露自己，却在10万大山的一处尼姑庵前被人盯上。于是叶晨不待林婉儿说话，便一脸警惕地问那尼姑：“你是什么人？假扮尼姑，装模作样的在这里洗衣服，就是为了等我们出现？”尼姑双手合十，向着叶晨微微作揖，开口道：“施主，贫尼并非假扮，贫尼是清照庵中的比丘尼，在清照庵中出家修行，只是住持知道今日二位会从此的经过，所以特地让贫尼在此等候。”说罢，他又看向林婉儿，认真道：“施主，我家住持说您佛缘深厚，想请您到庵中小叙片刻，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林婉儿沉思片刻，轻轻点了点头，道：“好，那就有劳小师傅带路了。”叶晨总觉得这件事情有些怪异，不太稳妥，于是便道：“那我也一起去。”那尼姑指着身后那条上山的路，开口道：“这位施主，从这里开始一路到山顶，都是清照庵的范围。清照庵是沙弥尼与比丘尼修行佛法的地方，不允许任何男性进入，还望施主理解。”叶晨冷声道：“笑话，你不让我进去，我怎么能确保我朋友的安全？”尼姑恭敬地说道：“出家人慈悲为怀，自不会做出任何伤害他人的事情，还请施主放心。”叶晨正要拒绝，一旁的林婉儿拉了拉他的胳膊，轻声道：“亲爱的，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我去就来。”叶晨劝他不要这么冲动，小心有诈。林婉儿微微一笑，柔声道：“没事的，有你在这里，没人敢把我怎么样，你就放心在这里等我。”林婉儿此时也并不知道尼姑庵中等着与自己相见的住持究竟是什么来头，但是她的直觉告诉她这里不会有什么危险。她很清楚，这个世界上想抓住自己的只有吴飞燕与她的破亲会，而自己这次与叶晨一同来滇南，吴飞燕并没有任何察觉，由此可以推断，清照庵中等着见自己的人一定不是吴飞燕的人。既然不是吴飞燕的人，那对方是恶意的概率就小了许多。更何况叶晨就在山下等着自己，对方如果真知道自己与叶晨的底细，肯定也不可能在叶晨眼皮子底下对自己动手。而最让他感兴趣的是，他迫不及待想弄清楚对方的身份。对方既然知道自己，肯定对自己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更可怕的是，对方竟然能算准自己与叶晨的行踪，这一点就更加了不起。毕竟他和叶晨是在1-2个小时之前才确定了这个路线，对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提前知晓。唯一的可能就是对方算好了这一切，就在这里守株待兔地等着。想到这里，林婉儿便更加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背后运筹帷幄的人究竟是什么来头。叶晨见林婉儿主意已定，便猜出她肯定也想上去一探究竟。如果自己强行跟着他，说不定对方的住持会放弃现身，那样一来也就无法探究其中的真实原委。无奈之下，叶晨只好点了点头，对林婉儿说道：“我在这看着你们上去，从你在我视线里消失的那一刻起开始计时，我等你20分钟，20分钟你如果没出来，我就上去找你。”林婉儿见叶晨松口，连忙点头说道：“就20分钟。”那小尼姑见此，再次向叶晨双手合十作揖，恭敬道：“施主请稍等片刻。”说罢，又一脸恭敬地对林婉儿说：“施主请随我来吧。”林婉儿点点头，给了叶晨一个让他放心的微笑，凑到他耳边小声叮嘱道：“有劳公子在此地稍等片刻，奴家去便回。”叶晨微微点头，目送他与那小尼姑一同上了山。叶晨目送两人越走越远，
看着两人一步步上到山顶，看着那小尼姑恭敬地为林婉儿打开尼姑庵的大门，又看着林婉儿回身朝着自己远远摆手，然后迈步进入。此时的叶晨心中多多少少也有些忐忑，他觉得就算对方不是什么歹人，对方对自己和林婉儿的这种精准预判也让他后背发凉。自从得到九玄天经开始算起，他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惴惴不安的忐忑心情。而此时林婉儿已经迈步进了清照庵的大门。清照庵算不得什么大寺庙，占地面积不大，修行的比丘尼也并不算多，算上未满20岁的沙弥尼，一共也不过10多个人。而且清照庵的香火也并不旺，林婉儿一路进来，不曾见到任何一位香客在此烧香拜佛。她跟着小尼姑穿过前院，所有的比丘尼在看到她的时候都向她躬身行礼，这让林婉儿心里也不免更加好奇。小尼姑带着她穿过前院，来到后面的正殿。正殿并不算宏大，但到处都看得出这里被维护得十分细心。佛像虽然年代久远，但色彩鲜艳，不染片尘，一看就是经常修补打扫。正殿之中，一位年迈且白发苍苍的老尼姑正站在佛前，小心地为佛像前面的几盏长明灯添加灯油。老尼姑看起来已经有70、80岁的年纪，年岁已然老了，但身体却十分健硕，端着几斤重的油壶，倒出来的灯油竟然纹丝不动，看得出手上格外的稳重。小尼姑带着林婉儿进来，恭敬地说道：“师父，徒儿将那位施主请来了。”老尼姑转过身来，看着林婉儿，双手合十，十分恭敬地说道：“贫尼贸然叨扰施主，还请施主不要见怪。”林婉儿也双手合十还礼，朗声道：“师太不必如此客气，只是小女子与男朋友一起进山徒步，她此时还在山下等着，所以还请师太开门见山。”老尼姑对那小尼姑摆了摆手，小尼姑立刻转身告退，同时还顺带着将正殿的大门关上。待她出去之后，老尼姑才忽然感叹一声，道：“万般凶险在前路，前路多险阻。贫尼在此斗胆恳请林小姐好好劝一劝叶先生，莫要让他再往前了。”忽然被对方点名身份，林婉儿心中惊骇，面上却不露声色地看着对方，淡淡开口道：“师太，叶先生对前路有执念，我不过区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子，又怎么劝得动他？”说着，林婉儿看着老尼姑，话锋一转，认真说道：“除非师太能告诉小女子，前路究竟有何险阻。另外，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欢迎观看订阅。”